哪个城市，想着就是说直接送给那个粉丝就好了，就直接就是我们亲自送。本身也是开车，因为我们不能一直跑高速，跑高速会比较累，所以就想着说偶尔能送一送最好。会路过沈阳吗？它不是一个方向。谢谢班长您好的点亮粉丝的牌。这样再反方向是的，谢谢此时正好的小心心，谢谢此时正好的人气票，这在哪个直播间里抢的？送到我这儿来了，蛮感动的。应该守了1个小时，能抢到2个。想给你吃什么？爱丽丝，想给我吃朋友我懂你的意思了啊，嗨。欢迎此时正好加入那个粉丝团，想要吗？我有对象，而且我对象特别凶，你想吃我的，我对象不会让你吃。虽然我对象那啥一般，那你就硬吃。来，对象，凶一个。谁呀？这个艾伦斯要吃我的。哪个呀？叫艾伦斯。这我对象。看这肌肉，看这胳膊。拉黑。你对象我也吃。就到处吃。开玩笑的，知道你开玩笑的。谢谢111的粉丝的牌。图图赔了自己又折了叨叨，这叨叨接受不了3口，他绝对接受不了。还就下一场下雨。走停停，走停停，来吧，大家想话题，我有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直播了。最近直播的次数比较频繁，把该说的话都说了。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聊的话题都可以聊，或者说咱们今天也可以交友，都可以。想连线交友的也可以。主要今天那个叨叨在直播，
提车了吗？没有，提车没有提车。就我们车其实前几天就买好了，然后一直都没有提。我的想法是，提完然后就直接就回广东那边了。所以就是不回广东的话，先不提，啊。然后想着说，这个现在回广东，然后去惠州的海边住几天，住几天。去休闲一下啊！回广东不回老家过年了，我一直就是哎呀，你这一看就不了解我，我这个话题我说了很多次了，就是我没有什么所谓的老家要回，因为我的亲戚都不在老家，而且我们也不走亲戚，不像一些家庭就是他们就是过年一定要去走亲戚，然后什么还有什么拜祠堂之类的，我们那边就没有这个传统，就走亲戚也非常少啊。你像我自己又在广东，有了房子，所以我更不回去了，所以没有什么亲戚走动啊，什么老家不老家，老家那帮人我也不认识啊，就是父母也在我身边，所以就没有什么老家不老家。直属亲属，就是在我身边生活，我觉得走亲戚又花钱，然后又没用，反正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走亲戚又花钱也没用。其实我家就是我父母，其实他们那辈儿可能没事随个礼之类的啊，我是压根儿都不沾这些东西啊。你有事儿你也不用告诉我，我有事儿我也不告诉你，就是我不喜欢那种过分的来往，其实就自己家过自己家日子啊，没有什么。对，生性就会比较怕麻烦，就是比较寡淡，对这个人情这一块啊。我就会觉得说你自己过好比啥都重要，别人家的事儿你少掺和，也没有什么意义，晚上好，你好。不错不错，没啥不错，就我觉得亲戚是一个非常，亲戚是一些非常矛盾的人群，亲戚是一帮非常矛盾的人群，就是他们可能会确实是跟你有血缘关系，但是，你要真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会帮助你。如果说就是你要是过得不好的话，他们会嫌弃你。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亲属，然后那个时候我不上学了，然后家里就想让我去学修车，啊。让我去学修车，所以我家里也没有朋友就是开修车厂的，所以我家里就想托我一个亲戚给我安排到一个修理厂，或者说就是在亲戚家去锻炼锻炼，打打零工之类的。那个是就是反正那个是挺亲近的一个亲属，我不说是什么亲属了。哎呀，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嫌弃，特别特别的嫌弃，就是因为好像觉得我没出息，然后来他家就是讨生活那种感觉，反正就有一点点就是看不上你，
然后有一点点觉得哎真膈应人，就那种感觉，我能感受到他，就是那个时候14、15岁，我能感觉到这个亲属对我心里的是那种心里的厌烦。啊，就好像就是哎，穷酸亲戚来投奔我了那种感觉，所以，我早熟，所以那个感觉我至今我都忘不了。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说，就是有的一些亲戚可能就是说条件比较不错的那种亲戚啊，可能他家开了一个什么什么厂，或者说，好像是开了一个那个，理发店之类的，然后别人去，就是别的亲戚到他家去学习，就是给他打零工之类的，从洗头做起的那种孩子，当学徒，明明这个亲戚其实在他家里其实什么活都干，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但是在他们的口中，如果说这个人干不好的话，他们就会说，哎，这孩子不上进啊，在我那儿混吃等死。如果说这孩子干好了，然后离开他们，就会说，啊，这孩子白眼狼啊，从我这儿一个跳板。如果说人家大富大贵了，就会说，哎，这孩子当时幸亏我了，他要没有我的话，他怎么可能就是这么有出息人呢？就是这是真实的那种经历，那种感受，我就会特别特别的，我特别特别恶心这种现象，所以反正我家条件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出社会也不喜欢靠任何人，我也不靠父母，我也不靠这亲戚，我也不靠朋友，反正就是，所以我对亲戚这一类人群，其实我就不太亲近，就是，是，非常非常的记忆犹新，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我就觉得，啊，到处有人嫌，那个时候就是嫌弃你，所以我这人我就要脸嘛，其实我就觉得说，我就饿死我也不在你面前讨生活，对不对？那没必要，我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吗？对不对？所以我到现在，我可能就是我觉得能让我觉得是亲戚的话，就是爸爸妈妈，然后爸爸妈妈还有那个妈妈看重的亲戚，爸爸看重的亲戚，还有哥哥姐姐，还有姐夫或者说嫂子，这才是我的亲属，其他的都不是，就是还是要看那个，就是你是咋的了？没咋的，我倒呢。所以有的时候妈妈会看重一些亲属，那我也就顺带着尊重一下啊。但我真的会觉得，走亲戚有什么用呢？走亲戚的意义就是说，反正我不知道你们那边走亲戚是什么样子啊？我们走亲戚是什么呢？大年初一，大家互相走动一下，在路边买点那个饮料，买点水果，买点那个特产，然后买点牛奶，然后就是像个样似的。但是其实那路边的那饮料都有假的，你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路边的那种，就是有的就是路边他就是卖那种那个饮料，然后卖那些东西，他就是那个包装特别好，然后其实所有人都是赶紧买完了，然后就拎车上，然后就送给人家，但其实人一打开这个，可能饮料是假的，或者说苹果里边都有烂的，所以就是大家其实不在乎这个品质，在乎的是这个形式。过年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就是你带了点东西来我家，我带点东西来你家，就来回穿和，但是其实你说有意义吗？就是互相交换吗？就是交换空间吗？我会觉得说我也，对我就不喜欢这种
父母的亲兄弟姐妹还要走动一下，那得看父母是什么意愿。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说我的父母他们很看重的兄弟姐妹，我们可以走动，但如果说父母都不看重的话，我们自然不会去走动。啊，而且就是走动的意义是什么呀？老公，那个螺旋楼梯是6月份拍的吗？你看一下，就是我穿越过去，然后那个我走在就是我穿越到小薇家里，然后第二天看小薇不在家，然后我一个人走在街上，然后在那块嘟噜嘟噜嘟噜，还是第3集还是第4集的那个开头，你在那个时间线里找。是朗园的那个螺旋楼梯吧？对，不是朗园，是那个小薇那个小薇工作室那边。走动的意义就是做比较，反正我一般都是什么呢？我一般都是说，我真心要是看中谁的话，我就给扔点钱就完事儿了。就我也，可能人家生病了，我可能会买点什么，买点什么那个，就是什么蛋白粉啊之类的，因为，就是一般生病的人他其实吃不下东西嘛，可能吃点蛋白粉之类的啊。你像长辈的话，我直接就扔钱，啊，我也不会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你想想，你去看长辈了，然后你买的苹果，那长辈能啃动吗？那给谁吃的呢？对不对？你这，不太会买一些东西。真心你要走动，人就是缺钱呢，啊，你要是真想走动。因为我平时我也会去看那个，就是我也去看朋友，然后我们一起聚餐。我觉得我要扔点钱，或者说我买点东西，大家一起坐着做饭吃，我觉得这个都还行。买那其他七七八八的就没什么用。反正如果说就是别人来我家做客，我就真的希望就是钱，你给我就是包点红包吧。或者说给我送一个小金条，1克的也行，小金豆子，我觉得这个是实用的，对不对？别人过生日，你知道还有一种现象，你知道吧？就是圈子里，我不知道你们混不混圈子，你们有没有圈子里的朋友？我特别讨厌那种什么呢？就是别人过生日，他一定会送香水这种。我觉得香水是特别就是敷衍的礼物，因为香水有100块钱的，有200块钱的，有500块钱的，有1000块钱的，甚至还有奥特莱斯款，有专柜款，还有那种就是可能假，就假的，然后里边那个有包装的那种，反正就是各种那种莫名其妙的。对，我最讨厌的就是送香水，因为送香水其实是最不花心思且最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最敷衍的一个礼物。对，别人过那个生日的话，我不送香水，我一般送什么呢？我送红包。一般别人过生日我就转，关系比较亲密的1314，谢谢东东啊，谢谢东东。关系好的就是1314，然后关系一般的就是可能888，就属于这种。因为人家过生日基本上都会请你，就请大家一起吃个饭，那你就当那个随份子钱了，你就888，就还好啊。然后要是别人送我的东西比较特殊的，我就会可能也想着特殊。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黄金，但我不知道是几克黄金，我忘了，反正是2000多块钱的，2000多块钱的黄金。那一年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克，忘了啊。然后我过生日的时候，我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阿赞
阿赞送了我一条 LV 的那个领带，到现在我都没用过。就阿赞送了我一个 LV 的领带，我觉得我没有人送我领带，因为阿赞平时他喜欢穿正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礼物我如果说有人送我领带的话，我一想我就是阿赞送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礼物是用心的呀，对不对？还有别人送过我一个登山的一个风衣，我觉得也很用心，因为我觉得送衣服这件事儿吧，你要送得准的话，就是他很关心你啊。我觉得这礼物就是，如果说他能送的不胖不瘦的话，他一定是关注你、关心你的一个人，因为他起码知道你的尺码是什么啊。送衣服真的，我到现在我都看不见这个屏幕，东东你把这个屏幕都给我霸屏了。我都看不到你们说什么。啊，好了好了，笑死！退出重进了。他叠加的不光事儿，行，但是好像就是发多才会有这种叠加效果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他过生日的时候请了至少150个 gay， 啊，是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把这150个 gay 分了10个包间儿，然后吃的是自助餐，那个自助餐我觉得得50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想150个乘以500，就是说7500。然后因为他在上海过生日，那我就飞到上海去给他过生日去了。吃了他一顿饭，然后还随了1000块钱那个75000啊，75000吗？75000，反正就是吃了他一顿饭，然后还给了1000块钱的红包，因为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然后自己花了3、4千块钱，因为你还得自己住酒店。这个生日，但是有一点点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我就知道，其实他蛮拿我当一个比较重要的朋友，因为其实他们因为是150个 gay， 然后他分了10个包间儿，其中呢就是有一个包间儿他在，然后这个包间是所有有能力的人或者说最亲近的朋友，我就在这个包间里。但其实就是生活当中跟他互动的比较少，但是他能把我放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这么重要的一个包间，其实我还蛮意外的。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还觉得好像他蛮看重我的啊，还蛮意外的。所以就有的时候但我就觉得好远，我从深圳飞到上海给他过的生日。谢谢这个卡尔K 什么就这个Karina Ninoko， 屠夫今年多大？屠夫今年35、36，35、36，我91年。
91年，叨叨也91年，现在还相亲不？可以啊，但是我没有太多的力气，我今天也是很累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睡不醒。这么多年，我就觉得，我觉得维系关系很难啊。我的精力用在谈恋爱上，我都觉得很辛苦，谈恋爱我就觉得都是很辛苦，一段关系的维系太痛苦了啊。我记得芝麻的结尾你说还相信爱情，可惜但现在呢？我现在是有对象的状态，你说呢？我现在是有对象，我觉得我的性格的话，应该一直会相信爱情吧。因为我是会比较，我是会给自己找事儿做的人，就是可能我这段时间就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会，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我觉得爱别人，付出，其实也是一种事儿，对，就是消耗自己的精力嘛，要不然人干嘛呢，对吧？虽然很累啊，对，找事儿做。如果激情不在，只剩亲情，你会选择还是继续在亲情中生活？这个魏叔，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挺好的，就是以我现在的，因为我觉得每一段时间自己的认知是不同的，我可以说说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感情肯定会有激情不在的那一天，我觉得一段感情里肯定会有激情不在的那一天，但是会不会就因此放弃这段感情？我觉得要看当时你的状态。就比如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是呼风唤雨的状态，或者说是那种还是精力四射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分开。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从今年开始，一是身体不是特别好，二是可能事业上可能经历过一些失败，然后就导致了自己的心气儿没那么高了，所以对感情的那种需求也没有那么高了。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我会不是说将就这段感情，是你的人生处于下一个阶段了，你的心态处于就是一个平和的状态了，可能你们不需要激情了，可能就需要平淡一点的生活方式了。所以这个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跟二把刀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可能我们会可能会不想要这种生活，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情况是，我们也去享受这种状态下的两个人的生活了，能明白不？就是年纪真的决定了好多东西，
比如说你2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接受一段没有激情的爱情的话，我觉得这个挺痛苦的。但我们马上奔4了，这我现在就是91年，其实按照我们家里的说法，其实我已经37了，但是在二把刀的眼里，可能他35，啊，其实37其实奔4不远了，你的这个状态不一样了，啊，你的经历真的不一样，就是现在你，就有的人说那个你俩都不上班怎么样的，就我俩就是反正我不知道二把刀还能不能上班，你让我现在去上个班，我都觉得说，一是没意义，二是很痛苦，其实你的状态不是那个年轻的状态了。所以我的回答你满意吗？这真的每一年其实你的心态不一样，就有很就是我觉得我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出轨的人或者说就是那种，我就说出轨的人啊，我就说出轨，我觉得出轨的人他其实是，我不评判他对错，但我觉得出轨的人他绝对心态年轻，他绝对心态年轻。我生活当中认识的，因为我生活当中认识的都可能40多岁、50多岁了，基本上他们都不出轨，他们就直接不谈恋爱了，能明白吗？因为他们觉得谈恋爱很累。如果说就是我认识的，就是说那种本身又很懒，然后又出轨的人，我觉得这个不成立，啊，特别年纪大的人，他根本就不会出轨，啊，但是如果说年纪大他出轨的话，他心态绝对非常非常年轻，啊，这个是真实的。为什么一线城市的人爱出轨呢？因为一线城市的人他就是具有活力啊，他就是有活力，因为他这个城市他就有活力，啊，有朝气啊。比如说那个其实很多城市其实都有 gay bar， 但你看一线城市的 gay bar 生意就非常的火爆，2、3线城市的 gay bar 就几乎没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城市它就没有让你那么有活力，让你去想去这种场合去休闲一下。2、3线城市其实大家的旅游啊，大家去聚聚会，仅此而已。关上吧，不热。不一样，每个阶段不一样。阶段都是阶段性的，而且我觉得因为我入圈将近18岁入的圈，然后现在快20年了，18岁入圈啊，快20年了。我对自己的了解啊，因为我隔一段时间我会分析了解自己，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变坏了，一定是我有钱了。就是男人一有钱就想，你知道吧？男人一有钱，或者说一有那个就是有收获的时候啊，就是可能就想去分享，就是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可以驾驭一些人、事儿、感情，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有点病态，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找年轻的，就有点像那个死直男那种感觉。你知道直男变坏，他们都情人找的越来越小的，对，会飘，确实是会飘，有钱的时候会飘，有钱真的会飘。二把刀是没钱，
等他有钱，他也会飘。等他有钱了，他就不做零了。被你发现了。他就飘了，他就啊，就那个时候觉得我强的可怕，就那种。所以男人有钱啊，确实会飘。二宝刀过来一起播呀，他在忙着剪那个做后期，你们吧一边希望就是说剪辑出新片儿，一边还让他来直播。我去洗个澡。健身没洗澡？没洗。洗吧。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哎呀，懒，能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或者说能让我玩玩手机、发发呆，在家躺一躺。我现在是能躺着不坐着，能待着不走，就是我不出门儿啊。就你让我出门干嘛呢？我现在说实在的，一是没什么钱，二是呢。那些东西我都有了，比如说之前吧，你会想着说，你去买衣服，啊，就之前呢，我会觉得说，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啊，我就会觉得说大家穿的都很好，然后，那你去买衣服吧，你去买名牌吧，啊，这个什么巴黎世家的鞋啊，新款，你去逛一逛吧，然后跟朋友一起聚会吧。现在没有那种欲望，啊，就是没有那种欲望，就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服装，我觉得有啥不一样的吗？而且就是真正的你接触了有钱人，或者说你有钱之后，你不再是需要品牌去叠加，然后去证明自己，而且就是其实现在的有钱人都比较隐藏自己有钱，啊，就不太会像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那种人，就是我接触过，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会买各大的品牌衣服，然后去买包儿，买那个首饰，证明自己时尚且有钱。反正我现在身边几乎没有了，可能年轻一辈还会有，但我们身边的朋友没有炫富的，就是没有买那些东西的了。现在想想就是，买那些东西的人并不是炫富，不是说炫富，是他们可能追求时尚，他们可能真的就追求时尚。想问你个问题，问呗。我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意的问问题，啊，问呗。问一个关于谁的，关于我的，关于其他人的，还是关于你自己的，都可以问。刚才有俩那个在我直播间里管我叫爷爷的，我今年孙子怎么这么多呢？钓到直男你该去吃吗？你可以吃啊，直男你可以吃，但你吃了之后又能怎样呢？我跟大家是非常现实的，就讨论过这个直男这个话题。你掰弯的绝对不是直男。如果说这个直男可以让你吃的话，直男的世界很简单，要么呢就是他缺女人，要么呢
敏感部位，好嘞。这怎么还敏感部位了呢？他说我露敏感部位了，我这么坐着，我这么坐着就好了。遮一下，是的，可能就是太大太突出了。我觉得直男你能睡到，要么呢就是他缺女人，要么呢他缺钱。你能吃到的直男，要么他不是直男，要么呢他缺女人，要么他缺钱。然后你要吃到缺女人的直男的话，他可能玩完你之后，他会各种诋毁你，会伤害你。缺钱的人呢，你就一直你就补吧，你就填吧，这个坑你就填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 gay 喜欢直男，本质上他会觉得很刺激，或者说很有面子吧。就是喜欢直男，或者说跟直男在一起，他会觉得说好迷人呢。别人都喜欢 gay，然后有一个直男喜欢我，他会觉得这个特殊感。但殊不知你会为这个刺激或者这个独特的感觉会，可能最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就是个赔钱货，你就是个赔钱货。最年轻的是20岁，你喜欢的人有对象了，你还会跟他做朋友吗？11是那个谁吧？11是那个就是那个开那个开夜总会那个是不是？开夜场那个是吧？和对象8年了，现在彼此不怎么关心对方了，是快结束了吗？如果你要问这句话的话，我觉得是从你的意识里你想结束了。这个卡卡炫，我觉得你有这种心态的话，其实是你的内心可能有动摇了。如果说你真的有动摇的话，就我觉得，我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观点啊。当然，我这个观点可能让很多的那种推崇爱情的人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难以接受。但是其实，我觉得感情走到哪一天，它都是感情。如果它分开了，它也是一种感情。就像我们养狗，我不知道你们养没养过宠物。哪怕有一天这个狗会死，但是我们也依然会养这个狗狗。而且就是狗死了，感情没了，其实就是我们生活该去经历的东西，不要害怕。人也会死。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会觉得说你要去接受，这才是生活。你要是不接受，你就是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那你会很痛苦。真的有一天，就是我经常我会想说，突然有一天那个，比如说世界末日了，你的钱没花完，你跟你爱的人刚在一起，或者说你没有尽到那个孝的，然后就是大家都死了，这就是你该去经历的东西。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爸爸其实吃了一辈子的苦，然后呢，因为我不上学以后，跟我的关系也会比较的恶劣。后来就是我们将近有3、4年没有说过话的那种，因为我不上学，他会觉得我很可惜。直到后来我赚钱了，然后跟家里的关系缓解了。然后有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爸突然开始跟我聊心里话了。
就是他跟我妈妈有一些矛盾，他会跟我去聊他内心的感受。那一刻其实我特别意外，但是他跟我聊，我非常开心，因为他会觉得说我赚钱了，然后心里强大了，他会愿意跟我分享他的心理。但是有一年呢，就是后来我就赚钱了嘛，我就开酒吧，然后给他们也买了房子，想让我爸就是不要工作了，然后来惠州养老，给他们买了一个房子在惠州。然后就是他们要来，在这块都住了将近3个月了，装修也给他们装好了，家具也买好了，然后他们在这生活了3个月了。他们就想着回东北去变卖那边的车呀，还有一些因为我家是有一些就是那个破旧的铜铝啊之类的，就有一些就是金属类的要去卖掉，他们就去变卖那些东西。结果他们说好了就是变卖完了就回来享受生活的，但是他们回去之后吧，觉得钱就是不能依靠我生活，所以他们又在那工作了2-3个月。结果就在这2-3个月的期间，我爸突然心梗了，人没了。就你就会觉得说人生怎么这么遗憾，就是他们都好不容易在你的劝说之下，他们要来了，然后房子也买好了，他们也非常喜欢惠州，包括我爸特别喜欢我的狗狗，人没了。那一刻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生真的太残酷了，但你只能去接受啊。现在我爸爸走了将近3-4年了，3年左右，这就是人生，就是你人生一些结果你只能去接受，然后你组成了你的人生，然后当你去就是接受这个结果的时候，你发现人生也没什么。这首歌哪里可以听到？在实体专辑里边，而且就是这个《晚星》这首歌，就是评论区里说这个《晚星》，其实就是我给我爸写的，其实就是我给我爸写的一首歌，然后后来一直都没填词。接受需要很长时间吗？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没有接受不了的时刻。很多事情它来了我就得接受，比如说别人跟我分手，我可能想晚，就是我去就是别人跟我分手这件事情，我必须得去接受，因为我接受了之后，我才可以去求复合。就是所有的东西来了，我没有那种就是不相信呐，或者说就是执拗的那个状态，所以没有什么接受不接受的。同样的感情也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可能还年轻，有的没经历过亲人过世，特别是父母过世这种事情。等父母过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过半了，就是你不再会为一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一个过客太去伤心了，因为人世间有好多人值得你去珍惜，就好多人都值得你去珍惜，而不是一个出现了，然后你对他有好感，但是他不爱你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大家要去珍惜，就是喜欢自己的人，或者说对自己好的人，就是有一些东西放下就放下呗，是不是？我时刻的因为我一直都是做到一点，就是说别人不爱我，我不会爱别人，我爱的人，他一定是先爱我的人。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在所有的感情里边都是我先确定他是喜欢我的，我再去喜欢他，不然我不会喜欢他。二把刀在家吗？他在洗澡。
在洗澡。就不要去做那些就是感动自己的事儿，真的没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哪怕这个人真的喜欢上你了，你一直处于这种就是这种付出的这种状态，你感受不到爱呀。你的人生是为别人活的吗？让他出来吧，他得工作呀。向父母出柜有什么建议吗？24岁尽量先不要出柜啊，等你30多岁的时候出柜其实是最好的。20多岁你没有生存的能力，你没有赚钱的能力，你出柜的话，我觉得其实是那个挺冒险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等你年纪大一点，父母年纪也大一点，父母可能就是那个性格呀，包括那个心境就没有那么急了。你想想，你20多岁，你父母也就50多岁，你50多岁的人，如果听说自己孩子可能有一些就是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暴躁，或者说就是情绪就迸发出来。但是，可能年纪大了以后，其实看很多事情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就是年轻的时候就出柜。你遇到喜欢人，他有对象了，你还能做到朋友吗？我不会那么掉价。我不会那么掉价，就是我遇到喜欢的了，然后他有对象了，那我就不喜欢他了。就我一直都跟大家说一点，就是说人别活得那么贱，能明白不？就是我不觉得你有对象了，我一定要喜欢你，就是我对吧？你有对象了，我干嘛呀？我跟你交朋友，我干嘛呢？对不对？我为什么就是我差一个朋友吗？我差你吗？而且就是你当备胎你很荣耀吗？就是我不明白，就是其实主动权是在你自己手里啊。你会删除吗？也不会删除吧，但是就是不太会就是动那方面的心思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这么多年我都是，就是我这句话我说了好多次了，我这么多年，如果说对方不表现出对我有好感，我不会喜欢对方，这就是我一直谈恋爱的准则。如果对方对我没好感，我不会喜欢对方。我希望这个准则大家也可以适用大家，就是别做那些掉价的事儿。就是追别人这种事儿，就是我，反正我生活当中，我也不是说别人都在追我，但是我起码知道别人对我感兴趣，别人是喜欢我的情况下，我才会主动出击，明白不？就是，你删除人家，你好像特别奇怪啊，这干嘛呢？对于那些就是倒贴的一些人，我只能说就是，就你可能不知道他真实的样子，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迷惑吧，就是一个你不了解，所以你喜欢他。对一个人生理喜欢是无法抗拒的，你就是骚呗，你就是刺挠啊，还对一个人生理喜欢是无法抗拒的啊，那你就是刺挠，因为这个因为感觉不断就会影响心境啊。爱人先爱己，我就这么告诉大家，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些事儿，但凡你能感觉到对方不爱你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爱其实是一种压力，我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就是说被别人玩的团团转，
对象喜欢撒谎，我说他，他说我又没损失什么，是我矫情。他是什么事儿撒谎呢？春风徐来，什么事儿他撒谎了？喜欢撒谎，什么事儿啊？那天咋不连线了？因为连线很累，连线真的超级累，要跟不同的人去聊天儿，很累。我不建议大家跟喜欢撒谎的人谈恋爱，因为我会觉得说谈恋爱我最看重的一点就是这个人是有责任心的一个人，有承担能力的一个人。如果说他内心不太有担当的，那我觉得他就不具备谈恋爱的能力，能明白不？就是我觉得撒谎其实它就是一种没担当的表现，他没有能力去，对，他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结果，所以他会撒谎。就他心智不成熟，然后会害怕真实。我爱屠夫二把刀会吃醋吗？他不会啊。如果说你给我转钱的话，他会跟着我一起花的。他不会。就喜欢撒谎的人，我觉得因为我也经历过喜欢撒谎的人。就撒谎的人他，哎呀，就你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的了。为什么那么多白头发？因为我的经历会比较丰富啊。善意的谎言，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啊？就有一些人有一些人会给别人撒谎找补啊，就是我觉得你这种人其实挺可笑的，挺可笑的啊。就是别人撒谎了，完了你还给对方找补啊。图图和二把刀是杀青之后才在一起吗？是的，我们杀青之后才在一起。真好笑的，还给人找补，真好笑。那好笑呢。我对象是哪一个不重要。专辑什么时候可以预定啊？专辑可能年后了，因为年前现在人各大工厂都不做专辑了，我们得年后以后开始做。预计我觉得怎么的也得3月份才能跟大家见面啊，先不用着急啊，怎么的也得3月份，年后，人家上班了之后，然后我们还得生产一段时间，在哪儿可以看？在 B 站油管可以看，就处着这个过年的时间，就很多东西吧，就没有办法就是实行。专辑很赚钱吧？你说这个很赚钱，我不懂，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经济水平。很赚钱，我觉得这是相对而言，对谁而言？一共14集，一共14集。
找一个爱自己的人吧，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你总爱别人，你没啥用啊！你这么多年一直赔钱。你想看绿豆，不知道在哪里看，在 B 站和油管，这个我不说了吗 ？B 站和油管，去搜百里屠夫绿豆。刚看完芝麻，喜欢二龙，那我估计你看的是假芝麻，我这个没有二龙，可能你喜欢的是细猪。爱自己好难，找不心异地恋，什么找不心异地恋？爱自己太难找了，不想异地恋，那你还是不够优秀，还是让自己优秀一下。有的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出场设置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先有钱，先叠加自己的属性，再去 PK。明白不？其实每个人其实出场设置都不一样，有的人出场设置他就是好，他属性加满了，但有的人呢，你得先打怪，你得先升级，有了属性点你再加一加，你别就是你脆皮，你本身你就不如人家那个出场好，然后你就非得就是脆皮跟人家拼去，你就是大家都来爱我吧，我啥都没有。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会受伤，你啥都没有呢？你是因为很多我真的就是有些话吧，有些话其实挺难听的，但是我真的要告诉大家，有些孩子吧，其实确实是长得吧不尽人意。有些孩子你长得其实就是不尽人意。然后吧，你就是非得就是期待，就是自己长得不尽人意，然后通过就是爱别人，让别人喜欢你。我觉得这个，你长得本身就不尽人意，然后你还去爱别人，然后还期待别人喜欢你。你长得不尽人意，你靠近人家，人家都想报警，然后你还缠着人家，人家想杀了你，就是你长得不好的时候，你健健身。我说实在的，你们现在看二把刀就是特别帅，二把刀不健身的时候老吓人了。你又干什么你？二把刀真的就是不健身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你见过吗？我没健身的时候。见过呀，你2017年18年的时候，你的朋友圈我不见过吗？老吓人了，他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吓人，所以就是二把刀他就知道。你年轻时候半斤八两嘛，你也不怎么样。看一看那个二把刀年轻时候，来手机拿给我。就是我真的不是诋毁，我们就说这个励志啊，我这个二把刀，我这个男朋友非常的励志，他之前不健身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特别礼貌，我就看他那个朋友圈，然后我还说呢，我还说啊那个还不错之类的怎么样的，但其实我心里就真的是在觉得很奇怪。大家找一下啊，哎，为什么这么慢？网爆了，你用连那个手机试试。你2014年就有朋友圈了？为啥没有呢？妈呀，2014年我可没有朋友圈。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就说人，就是当你出场设置不好的时候，你就像二把刀一样，你真的要叠满自己的那个 buff 属性。哎，大家
家有心理准备啊。我给大家看一眼，就是现在的二把刀，现在的二把刀啊，不准录屏啊，不准录屏啊，大家不准截图。对，现在的二把刀啊。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就是20年前，这是在工地上拍的，这是10年前的二把刀，在工地上拍的，就是仅10年前哦，工地上拍的，这是二把刀。像许许宝宝，他头发再长一点就是王天心，这真的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这个时候多可怕呀他，啊，这个时候多可怕呀，就是这是在工地上，我们在那个工地上特别热。这个是我第一任对象。我不给大家看了，看一个别的啊，我再给大家看。没胡子的才是你。这个是二把精神小伙儿啊，精神的小伙儿，看第一任对象，不给大家看了啊。第一任对象跟图图长得还有点像呢。你这么说，我和他都不会开心。你就说这个跟那个就是那个酒吧角落里没有人搭理的 gay 有什么区别？这多励志啊！这多励志啊！我就说，是很多人，反正就不丑。所以就是你真的要出场不好的话，你就像二把刀一样，你健健身。这我第一任对象，可以给他们看。一般对他是一般人，但是你看现在呢，你看现在都男神级别了，实现了一个就是什么呀？实现了一个就是逆袭。那有的人健完身更丑。但我觉得起码就是你可以身材会好一点，然后穿衣服好看一点，洋气一点，对不对？所以就真的，所以啊，就大家真的你不要小看健身，很多孩子就是你真的长得不好看，你可以健健身，你起码有一个就是可以跟大家去竞争的一个一个条件嘛，对不对？我健身吗？我不健身。对，是这样。而且你健身完以后，你的五官其实会改变，你的五官会变得好看，所以就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些孩子，就是因为平时跟我连线的那帮孩子啊，就是有的长得就是不太好，但是你看人有好的工作，人家找对象也不愁。有一些孩子是长得又丑，然后又没好的工作，然后还是学生，然后天天还矫情，那你就找不到好的对象，对不对？还是要就看清楚这个社会的玩法，这个法则，这个规则啊，这个规则，就无非就是这3点，就是通讯录圈里就是这几点，要么呢你长得好看，要么你身材好，要么呢你那方面就是突出有特长，你特长，要么呢就是你有钱，这几个玩法你要懂。你又没钱，长得又丑，然后身材又不好，然后还是个0，那你就完了。对不对？而且我是29岁才开始健身的。对呀，28岁吧，28、29岁的时候开始健身的。所以你们要年轻的就可以健身，就早点健。我觉得20出头健身就很好。那个我要20出头健身，现在我身材就好的不得了了。那你现在都得烂死。你俩谁大？我大一点。
所以真的就是鼓励大家去健健身。哎，你找不着对象，你天天在那块儿就倒贴，不是个事儿，没个头儿啊。等你有对象了，你会发现，哎，其实曾经你喜欢的人开始倒追你了，那种感觉就特别爽，那种感觉特别爽。我曾经也有一个男神，然后那个时候我没钱，没身材，长得也不好看，也不洋气，然后喜欢他了几年，后来我不喜欢他了，然后我就开始做直播了，然后我就有小咖秀，有直播，甚至有那个网剧了，结果那个当时的男神开始倒追我。然后后来我发现，就很多我在网上给那些名媛点过赞的名媛都认识我，在一些场合里边就是对我讨好，那个时候真的爽啊，人生啊，风水轮流转，对不对呀？啊，那种感觉多爽啊，是不是啊？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就是让这个结果发生了改变。前夫哥就是迷恋你，最后我俩分了，所以你是我的情敌吗？我是你的情敌吗？准备收养孩子吗？我不喜欢孩子，不喜欢孩子。一点都不喜欢孩子，我觉得孩子，我没有什么耐心，对，我现在也不想给自己找事儿做，干呀！我快热死了。传宗接代，你家是有多优秀的基因要传宗接代吗？你家的这个基因不传宗接代就浪费了。我家基因不是特别好，对，我家基因就很平凡的基因，平凡的基因，没有说就特别牛逼的基因啊。你的基因都白瞎了，那可见你可能也没看到什么好的基因，那好的基因人家是世世代代都是状元，学习特别好，没啥了不起的，哎呀。那说不定哪天世界都末日了，你还传宗接代呢？你有这个使命感？没有这个使命感。主播的芬迪睡衣多少钱？我这个是假的，我这不是真的。我这之前就是我买这个睡衣的时候已经过了那个买真名牌的那个阶段了。这个睡衣是我在2018年买的，18年19年买的。我17年18年的时候开始迷恋买名牌，后来就发现，好像大家已经认可了你是有钱人的事儿，所以你就不用买真名牌了。反正你穿什么，大家都觉得你是有钱人。就你穿假的也像真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不买真的了，对不对？你现在就是大家就看我穿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是真的了，那我就不用买真的了，真的就没什么用啊，买那玩意干啥呀？对不对？你买个假的穿着也一样舒服，因为现在假货其实质感是差不多的啊。
而且假货你可以用洗衣机洗，你真的你舍不得，你真的舍不得。我在拍小茉莉的时候，我有一套西装，然后那套西装花了5万多买的，然后被小大夫放到洗衣间里烘干，结果大缩水，穿不了了。所以就是真的这些东西吧，就是太矫情了，太矫情了，就是你根本就是你，因为你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你说那5万块钱就白瞎了，对，基本上都不能机洗，都得干洗，特别特别麻烦，因为你没有时间去伺候他们，你洗这件衣服你还得拿到外边去洗，没啥用。等真的有，就是大家可能到了一定年纪，就是会意识到品牌的重要性。给大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之前吧，我买车只买 BBA， 买那种就是豪华品牌，哪怕2线我也要买豪华品牌。但这次我买车，我买了一个特别不豪华的一个品牌，甚至有的人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都拥有过了，我就不用去再买这个豪华品牌了。现在可能就是，而且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奔驰 E、奥迪 A6，这是豪华品牌，但是在有一些人眼里，这也不是豪华品牌，这也不是豪华车。那真正豪华车，我觉得得上百万了，所以。你现在也不要就我现在也过了那个就纠结车的品牌的那个年纪了，就是觉得说车好开耐用，然后小众一点，甚至小众一点，我都觉得挺开心的。我为什么买这个车？这个车就很小众，当然也有人听过，也有人没听过我现在买的车叫北京 B-Girl 40，北京40，是一款非常非常平价的一个车所以就是你就过了那个年纪了，你就不太想你非得买一个什么凯迪拉克什么奥迪呀什么什么对，那种没必要。关键你觉得你那是豪车，人家不觉得呀，你开迈巴赫的有的是在我眼里宾利、迈巴赫还有那个路虎揽胜就稍微上百万以上的，我觉得才是豪车真的是这样。你可能从你的认知逐渐的，可能我未来可能有钱了，也不觉得说我认为的100万的是豪车了，可能我的眼界长了，可能400万的是豪车了，甚至收藏的那种价值的车才叫豪车了，不一样。人其实认知都是在增长的。新歌哪里去听？玛莎拉蒂现在出了一款特别便宜的玛莎拉蒂出了一款30-50万的车所以就这些，就是大家的认知的问题新歌在哪里可以听？新歌在哪儿都不可以听，可能这个首歌要放在油管里边。你们可能是指第10集的那首《晚星》，是不是？那首《晚星》可能会在实体专辑里边，会跟大家见面实体专辑。而且你看，我们第10集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个第10集里讲的是那个亨利出轨，然后有一个问题是，值不值得被原谅？
我看有很多人是不原谅，然后有很多人有一些人是原谅之类的。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如果你爱他你就原谅，如果你不爱他你就，或者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原谅。但是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说这个答案还是要取决于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你真的，你可能真的很爱他，真的很爱他。时间线又要变动了吗？什么时间线要变动了？时间线又要变动了吗？后边2集不会，但是大结局的时候可能时间线又要变动了，他穿越回去了。大结局的时候是穿越回去了。我这属于剧透了，大结局穿越回去了。梁宇他有他的，梁宇有他的时间线，就是我和梁宇是有2个时间线，还有14集是大结局，现在更新到第10集、11集、12集、13集、14集，叨在做后期人都没了咋原谅？是穿越回去后张斌活了吗？不同的时间线张斌是活的呀。你在这个时间线张斌是死的，在那个时间线张斌就活了呀，对不对？这周更新3集，剩下2集是周4更新，是的对，因为昨天更新了第10集，所以第11集和第12集是在第4集的周4的时候更新以前的衣服还卖吗？以前的衣服没有了，现在只有一个帽衫的，平行世界，你可以这么